Before the show starts, please turn on CC subtitles. 手作森林陪伴你的手作日常，欢迎来到森林小秘境。好了，不要笑了。我们今天呢，就是要非常专业的，马上进入这个访问的环节哦。我们每次都笑的观众会听你，自己在那边自己受不了，我也没办法。好啦，今天要来到我们这个职人谈心事的这个系列。那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开心，可以邀请到我们一个黄铜饰品的一个主理人。那我们就请他先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Hello， 我叫婷婷，叠字，但是字不一样，所以我的名字应该就是也有差，就是跟我的黄铜也有差。对，就是我其实不希望自己停下来啦。哦，其实算是一种勉励自己的意思，所以才讲不停。然后还有我们的铜线，其实就是有一种不断的感觉。我觉得人生是不会断的，所以那些痕迹我都想留下来。对啦。哇，好深度哦！对啊，我本来只是想说请他介绍一下他的品牌跟他的作品大概是什么，突然就开始聊起了他的名。我第一眼大家都很想知道为什么叫不停。我以为只是一个谐音梗。对啊，就是我第一眼看到那个不停做事的时候，每次你知道那个客人看到说不停，这样很累。你很累耶。对，是真的很累。那你现在说一下，你大概做的是哪一些作品好了？基本上就是能带到身上的饰品，都尝试的想要做出来。就是黄铜，主要是以黄铜这个东西。对，因为我很爱这个材质，愛死。可是金属有分很多种，对，就是我知道有银，对对对。其实一开始我其实很想戴饰品，但是在早年就是黄铜还没有盛行的时候，我发现我怎么戴都很奇怪。我是想戴，但是心里很奶油这样。就不知道是太亮还是怎样，然后后面就是才知道原来有黄铜这个材质，然后它也可以做成饰品的东西。对对对对，然后我才知道原来人有分暖色调跟冷色调哦，就是看血管其实最快。就是如果你翻过来看，也是绿色血管比较多，绿色的，然后你就是暖色调的人。然后如果是蓝色的话，像我就全绿，所以我就只能戴黄铜。看起来我是一个冷色调的人，对，就是新的分辨方式啊，这是一个很初步的啦。但是我是绿色的但我的确是暖色调的人，因为我去做那个你有做过色彩分析，个人色彩分析，那个好像很专业，我觉得那个非常的有趣，很。但是你说的这个方法好像也不错就是很初步可以微微判断，但是有一些女生就是其实她蓝色跟绿色都有，这样我就会说，其实基本上就是看你喜好。就是都可以。对啊，因为我去上那个色彩分析嘛，他也是说，虽然说你是属于这个比较适合你，但是你可以依照你不同的场合去改变你的颜色跟穿着，或者是说有些人他就是比较活在一个模糊的地带。模糊是什么意思？因为你说你不可能就只分成四季4个颜色嘛，其实蛮。那你有可能在冬天的时候是比较靠近暖色系的。那你在夏天的时候是比较靠近冷色系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蛮复杂的系统。好细哦。对，它不是只有4个颜色，它不是只有4种分类，它有非常多种，就是你偏冬天的什么，春天的什么，夏天的什么这样子，所以很有趣。所以其实饰品跟这个也有关系，就是你可能比较适合金色、银色或者是玫瑰金啊、铜色这样，就是跟那个都有关系。那你当初怎么会想到？就是你刚刚虽然有讲说不要停下来，可是你有一开始就想到这个名字吗？还是说你这中间有经过什么转折吗？没有，一开始我是就这样想到这个名字我才决定要做的。哇，这是什么？很厉害耶！因为通常我在想名字就没想好我不会做，然后就卡住了。我也是这样的人，原本，然后后来其实跟这个刺青也有关系，就是我看到这个刺青师他赋予那句话的意思是，没有。就是我自己的理解是没有准备好才开始这件事情，
没有准备好的才开始，就是都是没有办法慢慢100%准备好。对，所以你一定就是边走边好，过程会教你。对，那你就想到了不停就做事，这样就先做了，就先做了，然后就出摊了，然后就出的。那你的个性感觉是属于偏冲动，想到做什么就会去做。因为我上升射手原来是这样啊！刚刚我们就是闲聊的时候有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如果你是一只动物的话，你会是什么动物？他说他是一个有角的羊哦，山羊吧。对啊，那真的是前面有2只脚的感觉，就冲起来了，斗牛的。那这个不停做事，它这个品牌啊，你有什么理念吗？譬如说，或者说它的主题是什么？因为如果说光看名字的话，它可能是你一个想要表达的意念嘛，我就想要不停止的去做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品牌里面，你想要带给别人的是什么？我一开始是不太会打扮自己的女生，然后后来找到适合的材质之后，才发现其实黄铜蛮适合那种你平常可能不打扮，但是你可以低调一点的饰品。就像你刚刚说的，就是金属类里面比较没有那么闪闪发光的这种材质，没错。所以我就觉得它比较可以让没尝试过的人试试看。然后我的最终理念是希望每个女孩都可以找到适合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带给你那一天的勇气或心情，好心情。我有点鸡皮疙瘩，就是有一种找到属于自己的光的那种感觉。哇塞，我也有了，就是突然，因为我就觉得有时候女生很渴望，就是别人觉得说我一定要漂漂亮亮，就像你刚刚讲银饰或是金饰，你就会觉得好像很闪亮。但是黄铜这种相对感觉比较暗淡的，但是反而是很多人其实才能衬托出它的那种感觉。真的，真的，因为一般如果看到这种亮亮的东西，你就觉得它好像跟你自己有点距离。对，那包含你去买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跟着钱包有点距离。就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入手，或者你真的想要打扮自己的话，又会觉得说，可是我今天穿这样子牛仔裤 T 恤，可以戴那个金饰吗？银饰吗？其实会有一种那种想法。黄铜真的很亲民耶，真的，就是它看起来的材质也好，然后手感也是。没错，对啊，价钱也是，价钱也是真的。我跟你说，它真的，我刚刚问完价钱之后，我就包了2个。这个多少？这个我也要。对啊，因为有在看我们影片的会知道，我没有不戴耳环的时候，虽然都被夹住，但是我今天也特地带了一个类似黄铜的材质的这种耳环来，就是致敬一下的。来证明是我有喜欢，是真心喜欢的这样。那我刚刚看到他的那个作品啊，我们会再竞拍给大家看，但前面就是我放一下他的作品，我真的是每一个都好喜欢哦。我看到就是天哪，谢谢天哪，这样我其实在之前有先去观赏一下他的 IG， 我想说天哪，这个也太好看了吧，然后就一直滑停不下来。所以我跟你说，虽然没有几篇贴文，因为还很新，我觉得你 IG 应该还很新吧，还是就是不常更新的。对，我是不太常更新，因为我自己有一点微强迫症，所以我会有那个照片，你想要它就是要到某一个程度到排版，你才愿意上架。那张照片就是适合放在那里才会放。对啊，像我刚刚就入手了一个，他说就是没有了，就只有这么一个，但是因为照片实在太美了，他还是放上去，还是放上去 IG 上面，但是已经被我带走喽，买不到了，买不到了，有没有？大家要下手，除非再找到材料。对，就是创作者的坚持，就是我一定要这个东西有，我才要做，没错，我不要将就的那种感觉。对，可是啊，因为像黄铜的东西，我觉得在台湾是非常少见的，就是比较少能够看到，偏算小众。对啊，那你当初是怎么样去接触到这个黄铜饰品？其实我是产品设计的，然后我们有上精工课，对，然后一开始其实是认识红铜这个材质，红铜，对，红铜比较软一点，然后黄铜再硬一点嘛，对，就是跟红铜比的话会再硬一点，然后才知道原来
有这么美的东西。对了，算是有点相关科系，对，我也算是懂一点精工，对，但是后面就没有再专精工这一块，所以我不太会说自己的东西算精工，我会讲黄铜饰品，因为我们没有焊接。所以说接触这个东西，你决定要做这个东西，有点算是你的不在你的意料之内的事情，就跟你本来学的东西没有，不是说我今天就学这个专业，所以我就要做完这个毕业之后就来做这个职业，不是，它也算是你一个探索中间，然后发现我还蛮喜欢的，差不多是这样，对，但是有点相关啦，毕竟有一点靠近，对。但是产品设计主要是做什么产品设计啊？它有分很细吗？对，我们以前是有分3组，就是有4C 或者是就是比较家电类的，有到这种。4C 是什么？对，我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它会叫4C。产品就是各种产品都有可能， 3C 加1，就是有3C 的，然后也有那种比较大型家具的木头的，然后跟精工。就是比较时尚商品设计包包类的，所以你是产品设计里面算是偏精工类的，对，我是选精工。那你后来毕业之后有去做过类似的工作吗？没有，我毕业就做这个。毕业就直接做，就出摊了，非常任性。你这个出摊的 timing 是，好像是刚好有一个，反正就是有机会，然后出摊就发现蛮好玩的。而且很喜欢那个客人脸上的笑容跟光，你可以实体看到笑容跟光，对，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做着做着就到现在，所以你完全没有去其他地方在外面上班过，没有去给别人荼毒过这样？没有，一直很开心的，就是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说你好像很厉害，但其实只是真的单纯没有想过而已，没有被读过，不知道。但老板也不好当啦，说实话。你现在是一个人做吗？对，我就是一个人，就没有其他的帮手，就譬如说出摊的时候可能会有人帮忙啊什么的。哇，那你平常一天的行程安排是什么？好好奇哦。睡到12点是吗？不敢讲，就是也很自由啦。但是你说不自由吗？也很不自由。就是客人一来讯息，你可能就要啪啦啪啦回复，然后试给他看什么的。但我蛮享受自己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可是你有在接受那个客制化的商品吗？有。你这个东西要怎么客制啊？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还是说他会给你一个他想要的花样或造型？对，他可能可以有喜欢的款式，然后你可能想换上面的东西，可以就是还是以你的作品为主，然后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变这样。但是其实我初期的时候有遇到很神奇的客人，他非常信任，他就是喜欢就随便你，然后对他很酷哦，他想要买一个项链给他朋友，然后他就给我3个词汇让我自由创作。词汇，对，他就是说他是个性，然后怎样怎样的人，就是他有形容一些，然后我就做出来，他好像很喜欢。好感性的人哦，这个感觉很酷哎，但是就只有那一次而已，就是这么信任的，不可多得。对。但是呢，也要你就是会对这些东西有想法哎，就是他，因为他我觉得跟你说他的个性是什么，你要创造出一个适合他个性的感觉。对，其实有时候赌也蛮大的，也会有比较有想法的客人。对。但他们会跟你就说，可是这个我就不喜欢呢，你不能帮我换成什么吗？这样也会有啊。但是你会 follow 他的意见吗？还是你会以你自己想要营造的感觉为主啊？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会有一点为折中就是会跟他说，如果是我的话，可能会是这样的设计去表达，适合这样。对，我的美感可能这样子。所以我一开始在接客制的时候，都会比较看他是不是真的喜欢我的东西。你要怎么？我觉得这很重要，是不是真的喜欢你的东西啊？就是可以看到他谈吐的感觉，就可以感觉出来你是喜欢黄铜而已，还是你想要便宜而已，还是你想要怎样？就是
对，他如果真的有喜欢的话，我基本上才会接这个真的很怎么讲，就是非常克制的克制心理战欸但有时候也是会读书啦，就是因为克制真的太冒险，真的很麻烦。其实，其实所有的设计突然其实所有的设计都一样，因为我阿姨以前是做室内设计的，那就可以耳闻一些那个真的是那个很大条嘛，那像这种其实已经很小条，可是我觉得那会变成说跟你的设计理念跟你在你品牌之间的坚持，你要怎么样去折中，因为有时候他喜欢的东西你会觉得可是那不是我想要呈现出来的我的品牌的感觉的时候，就会很挣扎没错，真的但还是欢迎大家找他客制了可以聊聊啦可以聊聊的，先去看看他的 IG 上面的照片。你有在学习摄影吗？还是说没有就是慢慢摸索？因为他 IG 上面的照片真的都很好看，就是你看了之后就会想说，可是很多人都跟我说，就是我好像拍不出，就是时代好像更美。然后我就想说，我明明就已经拍很美了。可是我觉得那是一种氛围哦，对，我好像有，我有自己微微小小坚持。我觉得他的照片是一种氛围。那如果你喜欢它里面东西，又喜欢那个氛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想要，就中了这样。对，就中了这样子。因为我啦，可能因为我不是喜欢太商业的人怎么办？好像很合怎么办？对啊，因为有些太商业，它可能看起来很漂亮、很干净，光打得很好，可是你就会觉得那就是一个商业拍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为了做你生意，真的。可是如果你看今天他的照片是一个氛围感，你就想说他想要跟你做的是一个感觉，你的生活上的一个 feeling 我们就是感性的人，我们就是感性的人，对，就是很吃这一套有种浪漫的灵魂。我是不是看你 IG 看得很仔细？有，真的直接变头号粉丝，真的。我们看完之后马上追踪，我想说，我想要知道他做了什么新的作品出来，我可以 follow 这样子。对啊，觉得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之前是在摆摊的时候认识婷婷的，然后一开始觉得她就是一个大拉拉的女生，但是跟她聊过之后，发现她其实心思很细腻，她有很多她就是个人特色很强烈的地方。就像她就是很喜欢一些老的东西，对，老的乐团，还有黄铜这种，就是会觉得她是一个很有个人特色的人，但她只是外表装的很大拉拉这样。对，那些都面具。但最让我意外啦，就最让我意外还是你知道他是 I 人这件事情。我超爱，因为摆摊我们在摆摊的时候就需要跟客人面对面交流啊什么，那我就觉得他超 E 的啊。结果他居然是 I 人，那你自己在面对客人就是这些交流过程，这个我也有就是想知道，因为我也觉得为什么我在摆摊的时候就可以很 E 呢？我也疑惑过，然后后来发现，其实我就真的把他们当朋友，就是我想要挑到他们适合的东西。我很喜欢看一个漂亮的女生在我前面，然后我就会想她适合哪一个，然后中了她的喜好，我就会很爽，好用心就很喜欢猜。你把它当成一场游戏然后我就觉得好像就可以默默的变得很自然了。因为我是真心的在推荐他，那他不喜欢，我觉得就没关系，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总是会有遇到看一看觉得还是不适合自己的人嘛。对啊，那我觉得真的不要硬买，就是真的喜欢再买。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带上去看看，反正试戴也不用钱，你可以试试看啊。对，有些真的是你不戴不知道。对，很常有客人跟我说，这个看起来还好，觉得很美耶，就是可能很适合他。你听到这个看起来还有这件事情时，你不会想说心里丢结什么意思？看起来还好每一个都是我的宝贝。但我好像可以理解他的意思。可是真的耶，因为躺在那是躺在那，可是好像没有灵魂。因为你有时候你会自己也戴嘛，然后一戴就不得了哎，怎么好看？一定会有，连我都会觉得对惊艳到。对啊，而且他的戒指也是啊，你戴上去就会感觉完全不一样。
就是它在手上呈现的那个感觉，就会跟你这样子平视的时候有差。项链、手链什么都是，我觉得适合真的很重要，慢慢试。那你平常啊要怎么去找这些创作灵感呢？因为应该也是需要灵感吧，毕竟它是一个。我发现就是取决于我想不想戴，所以我就会如果没灵感的时候，我就会搭好今天要穿什么，然后去想如果这个穿搭配什么会好看，这就是我想不想生出来，然后我就会去想办法试试看我想要的那个东西怎么弄出来。就包含你那些玉石什么的，你也都是这样子，就是去想象一下，或者是去逛逛材料行，然后看看有没有很美的东西，或者觉得很适合放在我的作品上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在台湾购入的嘛？对，所以那些玉石也都是有特定的材料行在贩卖。有台北有，要找的话找得到。对啊，因为它有些东西真的我看了，我觉得很特别，然后都想说这东西是要去哪里找啊？觉得很好奇了，因为本身没有在做精工，就会不太了解这一块，这样。这也是因为原本就是产品设计，所以我们很常跑太原路，所以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相关科技出来，还是有差在。那你有曾经遇到真的是瓶颈，真的完全做不出东西来的时候吗？一定有啊，一定有。我发现暑假不出摊会很强烈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好像不能闲下来吧，停滞的感觉。对，就停下来，就停下来了。因为你没有想要做，就会做不出来。我觉得没有出门对我来说好像有差。你说的出门是指出摊吗？还是说就是去外面走路这样？出摊。你是需要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我这个月要去哪里摆，然后就很积极的生出东西。这样子我就有动力。你是需要萝卜在前面的人啊。对，就是萝卜需要一直吊着，绑一根杆子，萝卜吊起来休息2个月不行。萝卜的部分真的耶，是。所以说自由创作者，但是也是蛮不自由的，被绑住，被萝卜绑住了，因为他就一直在前面吊着你，这样。没错。哇，那你现在有固定摆摊吗？每个礼拜都会去？也没有到每个礼拜啊，就有适合的市集就会去。你有帮自己安排出摊频率吗？你像有时候真为了你的萝卜怎么讲，也是可遇不可求就是你会比如说，就是你在挑那些摊点对，你会说，比如说我1个月我至少要出摊几次，会尽量，但是不会还是会以你比较想去的点为主。会。我觉得客群还是有差。那你说地点吗？地点一定也有差。就是那里的客人跟会去那里的客人，一定会有差。就是举例来说，可能比较文创类的，这要怎么讲？不是有一种什么松烟吗？那种就比较再商业一点点。然后现在我最近去的是嘉义文创园区，它就比较好远哦，嘉义耶。但是我很喜欢那里的氛围，就是色调什么的感觉，我就觉得很搭。你看这个人真的跟黄铜就因为这样，我就要去，就是活在一个雰囲気里面，氛围。对啊，就是走一个雰囲気的概念这样子。而且你都是视频，所以你是不是一卡行李箱就可以了？还算方便啦。其实好所以可以。而且你就算东西很想说，你可以带非常多，它也大概就是一个包，或者是好羡慕。我每次都扛得要死卖包包的人表示，是手臂粗壮这样，扛了2大袋就拿出来，还是只有10个。对，真的，我们的视频真的，如果认真要讲的话，一小袋就够了。但是麻烦那些还是有装饰品啦，就是装饰。对啊，那些，那你这个就是摆摊的这些相框啊，是去自己做的吗？
是买适合的材料，然后自己有点微加工，就是中间稍微把它封一个对布这样，然后我觉得这个感觉很好真的我也很满意。因为做饰品的真的就是东西小嘛，所以他们大部分的布置都要就是大气，或是很多东西来衬托。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复古，就是那些相框然后斑驳的东西，对，就很喜欢那个氛围。工商时间，从零开始学缝纫，手作森林居家3件组线上课程，在家也可以学缝纫喽！一起把家装点成理想中的样子。留言领取85折折扣码哦。你为什么会觉得黄铜是一个老灵魂的一种啊？主要还是因为黄铜是一个会变暗，会随着时间去怎么讲变化的一个材料。我喜欢会氧化吗？对，但是其实你怎么保养它很有很大的关系。黄铜要怎么保养？基本上就是我自己啦，我自己比较懒的话，我夏天如果碰到汗真的会比较容易氧化，那就会用牙膏去刷它。牙膏？其实牙膏就可以，牙膏洗银这种事情，银的保养方式差不多。我只知道试银布，对，然后再用试银布擦，它就会变很亮。给它一个剂，然后再擦拭的那个感觉。对。然后基本上这样子做完之后，你摆在那边就很 OK， 它也不会自己氧化，因为它其实碰到水它才会氧化。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方法就是保持干燥，它可以陪你很久。所以说老灵魂是就是我觉得它的材料就跟人一样啊，你要保养你自己，才可以继续发光。你不能碰到水就不理它了，那它当然会坏掉啊。我觉得好像是因为比如说银饰、金饰，他们就是外面有垫镀一层东西，所以它就是永远都亮亮的。镀银。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黄铜的人，你可能使用它就发现它氧化之后，你就觉得这个东西坏掉了，因为你不知道怎么保养。原来用牙膏就可以，很方便。这是一个古法，随时可以锁的。对，这是一个清洁的古法，这样。就是它好像一直都是那个样子，它不会，就是就像银饰，它就一直都新新的嘛。但黄铜就是它一直保有那种温润的感觉，就是很复古啦。我也不知道怎么讲，那个我会觉得它是老灵魂，还是其实老灵魂是我而已。对，但我觉得会喜欢这个颜色的人，或是这个材质的人，多少都有带一点怀旧的那种情怀，那个味道。因为我也是复古爱好者，对啊，就很难说。对，因为我就非常喜欢底片相机。对啊，就是它出来的那个灵魂就会共振，就会共振，有，就是那个模糊不清的感觉。有一点。讲一讲好像在酒吧，连视线都模糊不清了。原来我也是老灵魂，是不是？对耶，就像你说，可能是对那个色调喜欢那个色调的人，他你就懂，就是懂。我不想多做解释，也不想要用力的说服别人这个东西有多美，就是它不适合就是不适合，你说再多都没有用。所以我其实就都不太会去很用力的介绍，就是应该说什么叫卖，就是对，就是你可能不会等他们暂定好，做好定位，他有停留要下来听你说话，然后我才会说话。对耶，因为可能你的意思就是你不会去一直推销说、这个黄铜这个材质啊怎么样，怎么可以放很久啊，什么什么，那个对你来说都不是重点，那个就是对你必须要先喜欢这个东西，我才会让你知道这些。还是有一点微微自己的奇怪的坚持。可是我觉得这样就是会吸引到一些小众的客人。对，真的你的就是回头客很多，对不对？对，粘着度就会很高。没错。你看，像我就 follow 了 IG， 我就是看到新的，我可能就会在私讯他。谢谢。没有办法，视频控我有点受不了。对啊，好开心啊！
因为像饰品就是做市集，现在市集这么泛滥嘛，然后我发现饰品摊真的非常多，对，所以说真的竞争也是比重非常超强烈，多，就10摊里面有7摊都是。真的。那你有没有因为这样反而有点焦虑？你是会焦虑的人吗？我其实蛮长的，但是说真的，在市集上面还好。对，不知道，我觉得创作的时候比较容易进入那个循环。对，没错，真的。那你用什么方式让你出来吗对调节？说实话，我还没有准确的找到，但是我发现出摊就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就是要见见客人，抽离现实，抽离的感觉。然后我觉得我最近发现啊，其实蛮长，就只要你有一点点荡下去，然后就会出现一个很爱你的客人，然后他就是说几句话，我就会觉得我的生活有意义了，这是创作者的动力耶！我就也有动力做了，好容易满足这样。我觉得老天可能也有在帮忙吧，就是你还不能停哦，你还不行，哎，你休息要5拜拜呀，对，还不行停，笑到飙泪。老天爷都出来，好疯的创作者。哎，差不多啊，爱调一个，爱掉爱出来节，哎，再看一下，哎，最近有好不？哎，感谢他。我觉得就是创作者的那个思考模式哈，都有一个共通的点，就是非常的跳，是真的很跳，对，非常的有自己的就是 style 这样子。对，跟你接着做很厉害。我也是创作者，对啊，说自己没有啦，没有。不然我很常被人家就比较聊不太起来。真的假的？我觉得啦，我就是但我不知道一个对方觉得怎么样。什么都可以聊的人呢、因为我的思想也是很奇怪，就是可以从 A 想到 F。我觉得奇怪是一个很特别的词汇耶，你会喜欢这个词汇吗？别人说我奇怪，我会很开心。对，哎，我也是，我也是，我也是。对，我就是蛮奇怪，蛮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样，怎么样？就是想跟别人不一样，对，就是这样。对，我真的没有这样，没有办法做创作。对啊，我们就有这为什么个底气想要创作，就是因为不想看到一样的东西。我在 IG 上面看到你的那个 logo 啊，那个 logo 是自己设计的吗？对，但其实蛮阳春的啦，就是一笔画可是我。觉得那个 logo 非常好看哎、真的吗？因为它会让我连接到你的视频弯来弯去的那个，就是有黄铜线在凹的那个感觉。好险，这个东西有传达出去我。是不是很懂？我们是非常契合的灵魂，又要扯到。对啊，因为我就是看到他那个 logo，想说哇，这个 logo 设计的真好你，真的好用心哦！我很用心，感受得我跟你说到，IG 我其实也只看了10分钟，因为东西真的很少啦， 1秒就看完。划2卷就结束了。但是我就是点进他的照片，然后看一下，然后看一下他的 logo 啊，看一下他的名字啊，看一下他平常都在买什么东西。这样子是在家工作吗？哦，那你有没有觉得在家工作有时候分不开，会被干扰吗？干扰还好，因为我自己有独立的房间，所以分不开是指就是私生活跟公生活会分开。对，就是想的时候想不出来就去床上躺，然后想到就回来做，就是其实距离非常的近，所以会有一点转个身，然后就躺下了，这样。我是一条烂虫。真的。可是你这样子自己出来做，这样，你家人是支持的吗？我觉得他们也没有知道我真正的到底在在做什么干嘛，对，他们但是不敢他们不会问吗？担心说，哎，这个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我自己觉得啦，他们不反对，应该就是支持吧。哦，他们默许。对对对，有一点这样。他们没有一直在问你说，啊，你什么时候才要去找他们有一段个时间工作啊很常问这样子因为你一毕业就对投入这个摆摊的这个行业嘛，对所以一般的父母都会想说，哎，这小孩怎么还不去工作？所以他们一开始就会问那个，今天出摊多少钱啊？哦那样是关系现现实实的话题。对，然后默默可能听了1-2次之后，觉得好像其实也还可以，就默许了这样。反正你可以自己活就好了。
反正你现在也不需要我养，就是有点这个意思。很棒。有时候就是不需要准许。对啊，我觉得就是家人间的默契，知道就好了。你不要管我，我也不要管你，这样。现在其实蛮享受这样的，但有时候还是会觉得有点小小失落，因为其实蛮希望他们懂的。因为像我们现在有时候当下去，就真的就是当下去，就是想要有一个人来拍拍你这样，因为他们也不懂，然后也不能跟他说我焦虑的点在哪里，然后我在干嘛。他可能也没有办法给你就是一些正面的回应，没办法，是完全没办法，所以还是得需要自立自强。一直都是这样子。哇，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就是一毕业就做这件事情的这个冲动跟勇气。我现在想想，我也觉得我那时候好勇敢。因为你知道，你旁边那个卖包包的人，他自从去日本摆摊回来之后，就说我暂时都不想要再做包包了。真的有差我以前以为我是那种我绝对可以自己出来做，就是埋头在家里一直出来做。但我真的有一年就是辞职全职做之后，我发现我不行，我是很需要这样子，所以才对，因为我发现我很需要跟人家交流。就是出摊是一回事，跟客人交流是一回事。像现在上班这样有互动，然后有新的产出，我觉得好像比较适合我，所以我摆摊这件事变比较佛，我把它变成一件我的兴趣了。这样很好，有找到一个平衡。就是试了才知道啊。对啊，对啦，因为他当初回来就说，我再也不想，我暂时都不想要再做任何的包包了，我现在都不想出摊这样子，不要。能选择很重要。吓到，因为那时候真的车到我左手臂抬不起来，这么夸张？我就是太硬了，我就是要做就做到底的那种。这个我最近才去看医生。真的，你是凹那个，然后应该说要一直长久维持那个姿势，然后有时候做不出来就会一直做，然后维持那个姿势太久了，所以我其实有很久的背痛。然后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就一按哪里就痛，然后说你太硬了。而且我跟你说，去看那个都是一种就是舒缓而已。没办法根治。医生就是会跟你说，你要治的就是休息，不要做就会好。可是那个医生他没有这样跟我讲，他说我觉得他很棒他有跟我说，他有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就说你总不能叫你不做嘛，所以你1个小时至少起来走一走。因为折中，我觉得我可以，真的折中突然变成你的座右铭。balance 很重要，大家都要抓好。是这样，没错。那你有想要以后是开一个店面吗？其实以前应该是说以这个梦想为主。你刚说了以前2个，对，但现在就好像没有那么一定了。就我最近好像有点不知道我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你现在有一个最终目标吗？短期啦，就是可能你现在的一个目前就是有一点好像没有。你现在还在滤镜里面，还是模糊的感觉。有一点。那你是一个本来会规划的人吗？就像你已经做了6年，你是比如说你第一年开始的时候懵懵懂懂，然后第2年你会开始想说，我是不是要来规划一点什么？你是这样个性的人吗？还是你就是 free 到底？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会很 J， 就是MBTI 那个 J。所以你的全名是什么 ？INFJ。J 是什么？ J 就是比较会计划。你知道 INFJ 逻辑吗？没有，不是逻辑，跟我们尼基一样。你只是真的一模一样。哇，难怪那么挑。但是我觉得我在做的事情又好像很 P， 情感吗？我现在也无法，可以把那张表弄出来吗？P 就是比较，就是你不太会规划，就是你可以接受各种穿插的东西。我现在好像有点在逼自己接受这件事情。J 是有点按部就班的感觉。对。我今天要出门。我今天有约好，那我才要出门。我没有办法临时的，你约我就出来。比较没办法。还是有可以办。看人。
对啊，就是觉得好像现在没有非常准确的目标。那你会为这件事焦虑，还是你觉得没有就没有？我现在其实蛮焦虑的，我觉得就有点像阶梯，我会现在好像在那个平台期，在蓄力的感觉，对，然后就一直转角那个大空地，对我一直想要再跳一格，没办法上上下下，现在就是在这里。可是我心里好像是想要上去的，但我不知道上去要干嘛。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品牌现况好了。你就是除了有在就是实体市集摆摊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通路吗？现在7月的时候有合作一个寄卖店，在台北，叫草北向阳，是一个板娘，也是一个很爱手作的热心的爱猫者。你是怎么遇到这个寄卖店的？当初是因为手是介绍吗？还是说对，有点微介绍，应该说他已经在那里了，然后他就推荐我可以试试看，然后就报名，然后好险就是，所以他还有开报名让人家对甄选这样子，因为他们是每一季一季算，一季就是3个月，哇，是这样子的。我目前签约就是7到9月，然后要不要续约就是我们再看。所以这也是就像你讲，你没有规划就是来的事情，这样。有一点，我蛮相信命运。Sorry， 他真的整个人活在感觉里面呢。对啊，其实这样讲好像有点不太好。整个人生都跟着感觉走，但我觉得感觉很重要啊。跟着感觉，你看这个时候就开始唱了。我前面 cue 他几百次，大家都知道，他从来不唱一句。今天被打开了，有开。然后我看到你还有就是虾皮嘛。但是我真的非常好奇，为什么是虾皮耶？这个问题一直我从那一看，我想说看一下，就是他 IG 上面的就是销售平台虾皮，不难想象吧？他这么 free 的人，对啊，有一个平台可以上就好了。对啊，我就是这样想，就这么简单，只是方便大家可以看一些东西。因为一般啦，我们大宗的来说都会去Pinkoi，或者是说，我不知道台湾那个 Creamer 可不可以上架，就是另外一个有想过，也有想他们2个。对，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虾皮啊？但是大家都说什么手续费什么什么的，就其实也算贵，还是什么，我就默默的就一直没有出，真的没有在乎被人家看见这件事。对耶，我好像有一点。因为虾皮这个平台，你要去上面，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要买东西的人，我去虾皮，我不会想到要打黄铜饰品。确实，上面就是一些什么卫生纸啊。对啊，然后我想说，我真的很疑惑，我想一定想要问他，到底为什么是虾皮？为什么是虾皮？我真的想不透。后面我觉得很方便了。对啦，虾皮其实就很多购物。很多方式可以买，这样就是你上架我觉得蛮方便。但是比例来讲的，你的主要还是实体店面比较多吧？就实体贩售会比较多。对。那我现在就聊到现在，我可以理解，他就真的是图一个方便。对，就是我有一个东西可以放在 IG 上面，大家可以点进去，可以买，可以问，可以看商品跟价钱，你再来问我就好了的地方就好了。对啊，因为其实真正成交可能还是在私讯里面啊，或者是说在现场嘛，所以OK 解惑了，解惑虾皮没那么复杂，就这么简单。我真的想得很复杂，他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去打开虾皮的平台，然后把自己的东西放上去呢？因为你看他的照片跟他很有 feel， 有没有？然后我就想说啊，是一个很重视质感的人，是为什么打开？是虾皮，我有吓到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啦，就是有时候我的东西怎么讲，它的族群可以再大一点点，然后他们不太会用 IG， 但他们懂虾皮，所以后面我就发现 ，OK， 你那里也可以私讯我。你这样说有道理耶。说真的，如果你今天叫我妈去买Pinkoi，她可能也不想。真的会耶。对啊。
那我要来开虾皮，试试看。那你最近呢？今天刚好带来一个新的作品嘛，是跟别人合作，就是我们之前有访过的刺绣的，终于生出来了。你们是怎么样会开始想说要有这个合作的计划？一开始其实是手手邀请的哦，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其实蛮喜欢对方的东西，然后我们都喜欢叶子类的，然后也都喜欢鹅骨架，所以他是有在使用鹅骨架的人，他买很多我的鹅骨架，所以互相支持啦，金钱上跟精神上啦。然后我们就想生出叶子版的鹅骨架，其实一开始是这样，但是做的时候确实还是跟想的有点不太一样。你说两个人做出来想要的感觉吗？对，应该说想要生出来的感觉，跟一开始不太一样，跟想象中的落差。对，但还是完美的啦。对啊，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我也是好喜欢哦。那是因为我本真的吗？身短版还是长版？我都喜欢，真的，因为我就喜欢那个东西挂在那边叮叮当当啊，就是那个垂坠感，它在那边飘，我觉得很好看。那有一个亮点在耳朵上，我觉得也不错。只是因为我个人没有在用耳骨架这样，但是如果你们有要出就是耳环的版本，其实有，等一下给你看照片。所以你没有带来这样，我没带来，因为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我还没有很满意，还要再调整一下，还要再调整。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你要记得 po IG，好啦，就是灌一点水，好好的养它。OK， 我觉得很 OK 那个 IG 的照片。我努力。对啊，但是你们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啊，有没有过矛盾啊？还真没有，因为都那么顺利哦，可能是本来就太熟了吗？太熟了，所以没有他坚持说，可是我就想要他呈现一个什么样子，那你不能想办法吗？这样有没有这种？没有，对啊，没有，好像没有。其实手手也是一个很随和的人，对啊，就相同灵魂的人才有办法。我觉得真的很棒哎！你们是一样都是在百事节的时候认识的吗？对，很有趣哎，就是你会觉得我们两个很像吗？我觉得你们两个很像。你知道为什么会这么问吗？因为那个摆摊很多人就是觉得我们很像，错吧？没有到认错那么夸张，但是真的就是会觉得很像。你们两个真的很像，但是其实我们两个自己觉得还好，不是长相的问题哦，是那个感觉跟说话的痛调啊，好像有，所以我们说话就是一点都对，那个说话的痛调跟那个有像的，我觉得很像，真的，慢慢的一种慢慢的感觉啊，我是给人家慢慢的感觉，就是慢慢的对，是慢慢的，就是有自己的步调啦，我们日文叫做 my pace。自己的步伐，对，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步调这样，然后来自己的节奏在过生活。确实，对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也都可以有点佛系，对，然后这些东西都可以呈现在那个作品上面，就是对东西很坚持，但是就是慢慢的这样子。反正就是非常的恭喜啦，我觉得还在讲什么来？不是，就这是真心，就非常的恭喜。我没得多，因为我觉得两个品牌可以合作，其实也是很难得的事情啊。对啊，然后会变成说，你会不会多了彼此的顾客跟粉丝，就是来支持？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棒这是一个双赢，一个加成的效果这样。对啊，因为摆摊就是难免会有一点竞争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情谊真的是非常珍贵，真的从来没有过我从来不觉得摆摊是在竞争，我觉得大家都各凭本事。我也是我都是去交朋友的。对啊，每一摊都去聊天，要保持这个心情才有办法去摆摊。我上次就是去摊位看他，想说去逛一下这个人就不在啊。他就说：“等一下，我先去跟我朋友讲一下话，然后就不见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好我就在那边帮他购单，怎么回事？变小帮手，对，我会一直不在，他就一直不在，就一直去旁边聊天这样。其实我在摆摊，大家都说
那个这个人太爱聊天都不在，我们都被那个主办盯上，真的真的，他们3个不可以放在一起。哇，特地排开，就是因为这样才放在隔壁啊，不然人都不在。所以后面他就有发现我跟手手不能应该要放一起，对对，就是他们不能隔太远。对对对，就会坐在摊位上面聊天，就不会出走这样子。对。你有想过你会想要授课吗？我曾经有开过课，其实蛮好玩的。其实如果有机会的话，会想要再尝试。好哦，大家听到了，赶快留言敲完加一敲，没关系，我们这边有场地，我们有提供，因为之前手也有来上过课啊，对。啊，好像有听说他来刺绣，是来教还是教？就是教人家上，就是教人家刺绣，然后带一个小作品回去这样。好，就这么决定。你回去敲一下，按一下，大概要多少钱、多少时间，然后需要准备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再保持工具我们都有，我们再保持联络这样。然后我们这边场地大概就是6个人，可以小班制，是非常 OK。对，不能超过5个，心力交瘁的部分。因为我希望他们还是完美的回去，所以有时候还是要盯一下，就是超过5个可能没办法做好，品质我怕他们会失望。好啦，没问题，那我们就是好，就这样说定了。可以，我也不是老板咯，就我决定。希望那我们就希望你来这边可以来帮我们来玩一下，来开个课，然后就是也欢迎大家来报名。那如果我们就是敲定时间的话，我们就是会把那些资讯全部放在下面。最后再问一个大家都说很难的问题，但我一定要问，什么？所以黄铜饰品对你来说代表什么呢？一整天的仪式感。哦，会不会太抽象？不会，懂，很腻。应该不用再解释了。对，就像前面聊到的那懂些，对，一整天，就像说他早上出门，他就想要搭配今天想要做什么，真的每天哪一个出门最后就是挑饰品跟喷香水这件事情。大家如果有喜欢就是他的作品的话，都可以到我们下面，就是会留他的 IG 的讯息哦。那如果大家有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就欢迎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